欧洲人酷爱面包，但是糖尿病发病率却很低。两个原因或是答案。老周自从退休之后，对健康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，尤其是当他得知老朋友张大爷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之后，他开始对自己的饮食习惯产生了担忧。他意识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。一天，老周在小区的花园里偶遇了邻居李阿姨，两人便聊起了健康饮食的话题。老周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：我注意到欧洲人几乎每天都会吃面包，按理说面包也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，但为什么他们的糖尿病发病率却比我们国家要低呢？李阿姨认真的听着，然后点头表示赞同。确实如此，欧洲人的饮食习惯中，面包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无论是早餐、午餐还是晚餐，他们似乎都离不开面包。理论上，摄入这么多碳水化合物，糖尿病的发病率应该不低才对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两个原因或是答案。一、慢发酵面包的秘密。走进欧洲的面包店，你会发现货架上满是各种硬面包，比如法棍、大列巴和德式黑麦面包。这些面包对于习惯了松软白面包的人来说，可能显得有些难以接受，因为它们硬得像石头，甚至需要用到专门的切面包机才能切开。然而，这种硬面包并不是为了考验牙口，而是因为它们采用了特别的慢发酵工艺。看似平凡的慢发酵，却是欧洲人保持健康的一大秘籍。在欧洲，传统面包大多采用天然酵母进行长时间发酵，而不是用速发酵方式。发酵时间可以长达10几个小时，甚至一天。这一过程中，天然酵母会慢慢分解面粉中的碳水化合物，使它们变得更容易消化。相比之下，快速发酵的面包用的是工业酵母，发酵时间只有几个小时。虽然效率高，但碳水化合物还没来得及被充分分解，进入体内后更容易迅速转化为糖分。这种差别带来了什么影响呢？吃了快速发酵的面包，血糖会快速上升，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一样，很快达到高峰，这对胰腺来说是个大负担。而慢发酵面包则不一样，它像一辆慢车，让血糖缓缓上升，避免血糖的剧烈波动。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，这种缓慢释放能量的食物更加友好，因为胰腺可以逐步分泌胰岛素应对，不用一下子面对血糖飙升的压力。慢发酵的好处还不止于此，长时间发酵的过程让天然酵母中的益生菌得到充分繁殖，益生菌对肠道健康非常重要。益生菌进入肠道后，可以帮助平衡肠道菌群，促进消化和吸收，同时还能增强免疫力。这样一来，慢发酵面包不仅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还对肠道环境有好处，属于健康的加分项。欧洲那些传统的法棍、黑麦面包虽然不如白面包松软，但却营养丰富，尤其适合现代人追求的健康生活方式。这些面包因为发酵时间长，口感不太符合国内喜欢松软口感的习惯，但它们的健康价值确实值得关注。随着慢发酵面包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接受，越来越多的健康爱好者也开始青睐这种硬派面包。欧洲人通过这种方式，既享受了美食，又保持了健康。不得不说，慢发酵面包确实是他们的健康秘籍。二、欧洲的饮食搭配。欧洲人爱吃面包，但他们吃面包的方式跟我们的习惯很不一样。在欧洲人的饮食中，面包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，而是和其他食物搭配在一起，形成营养均衡的组合。这样的组合不仅让食物更美味，还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，尤其是对血糖的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大多数欧洲人吃面包时会搭配高蛋白或高纤维的食物，这种搭配的奥妙在于，它不仅能让食物更有层次感，还能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。蛋白质在胃里消化较慢，可以延长食物的停留时间，让碳水化合物也被慢慢吸收，不会一下子涌入血液。而膳食纤维则更是血糖平衡的好帮手，它会和碳水化合物混合，增加食物的粘稠度，进一步放慢消化速度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种搭配不仅对控制血糖有帮助，还能带来很强的饱腹感。想象一下，一片面包配上一块奶酪或几片火腿，再加点蔬菜，营养丰富又能让人满足。这种饱腹感比单独吃一块白面包要持久得多。相比之下，
我们很多人吃的白面包或米饭，消化的太快，没过多久就感觉饿了，不得不再找些零食或甜食来填饱肚子，结果血糖反复波动，久而久之对健康不利。欧洲人的这种搭配方式其实值得我们学习，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或减重的人来说，吃面包时搭配高蛋白和高纤维的食物可以说是一种聪明吃法。这种吃法也让身体慢慢适应了少糖少油的饮食结构，减少了对甜味的依赖，帮助身体逐渐摆脱高糖饮食的困扰。学会这样的搭配方式，其实是在为身体健康减负。合理的组合能让血糖更平稳，避免糖尿病的风险。2. 高糖饮食为什么让我们上瘾？在现代社会，甜食和高糖食品几乎无处不在，从手摇奶茶、巧克力到甜甜圈、蛋糕，这些甜蜜诱惑似乎成了许多人难以抗拒的美食。然而，这种对糖的渴望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偏好，而是身体对糖分产生了一种依赖。当糖分进入人体后，它会在大脑中刺激愉悦中枢，引发快乐的感觉。每当我们品尝到甜食时，大脑会释放出一种名为多巴胺的化学物质，这种物质与愉悦和奖赏感相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对这种甜味产生依赖，形成了一种难以戒除的甜瘾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我们对高糖饮食的适应，身体会逐渐对糖分产生耐受性。这意味着，过去可能一杯奶茶就能满足的甜度，现在可能变得不再足够，导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糖分。长期而言，这种高糖饮食会导致血糖水平的持续升高，进而引发所谓的血糖过山车现象。当我们摄入大量糖分后，血糖水平会迅速上升，随后胰岛素的分泌会迅速将血糖水平降低。然而，血糖的快速下降又会导致饥饿感的产生，促使我们再次摄入高糖食物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这种血糖的剧烈波动不仅增加了患糖尿病的风险，还可能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影响。高糖饮食的影响还不止于此，糖的摄入过多还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精神状态。有些人可能会发现，在无法吃到甜食时，他们会感到烦躁或情绪低落，这正是所谓的情绪依赖。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糖瘾症，与对咖啡、烟酒等物质的依赖有着相似之处。虽然高糖饮食是一种难以戒除的习惯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减少糖分摄入对身体健康有着更多的益处。糖带来的甜蜜满足感是短暂的，而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，才能为我们带来持久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提升。因此，为了身体健康，我们应该努力控制糖分摄入，培养更加均衡的饮食习惯。3. 健康从小细节开始。欧洲人的饮食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其实蕴含了许多保持健康的小秘诀。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饮食习惯中汲取灵感，通过调整日常饮食的细微之处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水平。首先，欧洲人的餐食强调搭配和营养均衡。面包虽然是主食，但很少单独食用，通常会与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一起搭配，有时还会加入新鲜蔬菜。这种搭配方式不仅让每餐更加均衡，还能帮助稳定血糖水平，减轻胰腺的负担。其次，欧洲人对加工食品的依赖较少，更偏爱天然食材。超市里的精致包装食品和速食往往含有高糖分，而欧洲人的饮食中新鲜食材更为常见。他们习惯在家烹饪，使用简单的调料来保留食材的原始风味。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隐形糖的摄入，还避免了过多的盐和油，让肠胃更加轻松。再者，欧洲人的三餐安排更为规律，他们的早餐丰富多样，包括面包、奶酪、果酱、火腿等，为上午提供充足的能量。午餐适量，晚餐则相对清淡。这样的进餐节奏符合人体的自然生理规律，使能量供应更加均衡，避免了血糖的剧烈波动，为身体带来稳定的能量供应。最后，欧洲人对甜食并非完全戒断，而是适量享受。一块小小的巧克力或少量甜点，足以满足对甜食的渴望，但不会过量摄入。适量享受甜食是可以接受的，关键在于控制分量，不让甜食成为日常饮食的主要成分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在甜食和饮料的消费量上往往更大，过度放纵容易导致血糖超标。
健康饮食并不难实现，每一餐的细节调整都能带来积极的影响。借鉴欧洲人的饮食习惯，这些小细节能让身体更轻松，血糖更稳定。尽管欧洲人酷爱面包，但他们的糖尿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，这背后隐藏着饮食结构的奥秘。欧洲人长期坚持的慢发酵面包制作方式，不仅让面包更易于消化吸收，还能有效平稳血糖。他们讲究的饮食搭配方式也有助于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，保持血糖稳定。此外，欧洲人对甜食的适量控制、细嚼慢咽的进食习惯、少食加工食品的生活方式，都为他们的健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借鉴欧洲人的饮食方式，从减少高糖、高油的加工食品，到注重每餐的搭配平衡，从慢发酵食品的选择到合理控制甜食摄入，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细小改变，或许就能大大降低健康隐患。学习这些饮食习惯，不是盲目跟风，而是为了科学、合理的保护身体，远离糖尿病等慢性病带来的生活困扰。掌握健康生活的钥匙，从改变一餐一食的习惯开始。通过这些小细节的调整，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。